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世间人皆爱少壮之年，无有病痛，寿命与恩爱集聚，不喜老病死与恩爱别离。殊不知，戒病修行，戒痛决心，可获无上智慧，提升人生的层次。那么具体如何做呢？今天小编就带你一起去学习100条生命天机。当你彻底掌握它们的时候，自然便能离苦得乐。由于内容很长，为方便各位师兄观看，将分为2期为大家奉上。1. 睡觉是养生第一要素。睡觉的时间应该是晚21点至早3点，因为这个时间是一天的冬季，冬季主藏，冬季不藏，春夏不长，即第2天没精神。2. 一切药物对治病来说都是治标，不是治本，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因为一切的病都是错误的因产生错误的果，错误的因不除，错误的果就不会绝根。健康的根本在心，一切法从心生，心静则身静。所以得病了，不要向外求，要靠自己自身的修复系统来修复自己的疾病。3. 正确的观念远比昂贵的药物和危险的手术更能帮助患者消除疾病。有了正确的观念，你就可以预防许多疾病的发生。4. 人所具有的一切智慧，绝对不是从书本里学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真诚心、清净心，从定中生出来的。5. 人是一切生物中构造最完美的灵体，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来就具足的。人的健康状况的调节是靠人体本身所具有的调节修复系统来完成的，而不是靠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只能起辅助作用。6. 人的大部分生命现象是人体在调节、清理身体垃圾时所表现的现象，是人体自动调节平衡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所以应该把它们当成正常的生理现象，而不应该去把它们当成病因来消灭。所以当人在生病的时候，一定不要有怨恨嗔恚心，心里要安定，心定则气顺，气顺则血畅，气顺血畅则百病消。7. 人的健康离不开2大要素，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8. 足够的气血依靠足够的食物加胆汁加必要时间内优质的睡眠加良好的生活习惯。9. 畅通的经络需要清净心，一切七情六欲都会破坏清净心，从而破坏经络的正常运行。10. 维持健康的身体不仅需要增加气血，也需要减少气血的损耗。11. 过度的增加食物不仅不会增加血气，而且会成为身体中的垃圾负担，反过来还得靠消耗血气来把它们清理掉，所以食物的数量必须得到控制。12. 适当运动可以帮助人的气血运行，但同时也在消耗人的气血。人体的微循环主要应该靠松静来达到，这也是健康必不可少的。13. 人体中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更多的血气来清除它们，但人的血气因为垃圾的增多和血脉的阻塞而减少，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正是人衰老的机理。所以人要想健康不老，就要1. 减少体内的垃圾， 2. 增加血脉经络的畅通， 3. 增加体内的气血。14. 与其相信药物，相信检查的数据，不如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所具足的自我调节能力，但这需要在你得到的前提之下才能分辨这一切。15. 健康从调节心性开始，为了你的健康，你学佛吧，学佛得到的快乐是人生最高的享受。16. 对于一个有素疾的人来说，只有气血充足了，病情才会显现出来，所以练功的人在功夫达到一定水平后，都会出现一些有病的现象，这个时候要沉住气，定下心来，多做些静功来增加自己的气血，以尽快度过这个时期。17. 人违背了养生法则，虽不一定会立即得病，但一旦形成习惯，就会大大增加得病的机会。这就和交通规则一样，你违背了交通规则，不一定会出事故，但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18. 人为什么必须保持一定的饥渴，才是对养生有利呢？其实这就是虚的妙用。道家讲虚则灵，这和谦虚使人进步，自满使人落后一样，所以人必须经常保持虚定的状态，才能时时保持清醒，保持健康。19. 人要想健康，就必须使体内有足够的气来气化所进的食物，只有这样，你的体内才不会积累垃圾，不会有多余的食物来释放有力的虚火，损害你体内的脏器。这个虚火反过来会损耗你的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现代人生病大多数是饮食不节的缘故。20，心为善，主引风，风动则火旺，火旺则水干，水干则地损。21，所以说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这个机字如果能真正领悟透了，那么你的悟性就算是开了。老师教人，医生治病，其实就是在点拨你的这个机，让你机打开。这个机有时也叫关键。当然，这个机起作用是有条件的，就和氢气只有达到一定浓度，遇火才可以燃烧爆炸一样。记住，别人的作用都是外因，你自己才是真正的内因。22，许多真正的发现和发明所需要的不是所谓系统的书本知识，恰恰相反，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系统教育，但悟性极高的、具有开放思维的人，他往往真正悟到真相。23，人生最忌是个乱字，心乱了，对外可以稳势，对内可以打扰血气，实是正常。凡恼怒恐怖、喜忧昏疑都是乱，为多病短寿的根源。不但养病时不应乱，平居时亦忌心乱。24，多嗔伤肝，多淫伤肾，多食又伤脾胃，忧思伤脾，愤怒伤肝，劳虑伤神。25，身病之起无不由心虚弱，外邪乘入，而心虚气弱，每由心魂恼乱，真体不充，发现种种不安，贪食贪胜贪得贪乐意，皆足以治病。以贪之不得，于是乎嗔。贪嗔可使心荡气促，胆经肝旺，六脉震动，五脏沸腾，外邪同时乘入，此病之起因。26，凡人欲求长寿，应先除病；欲求除病，当明用气；欲明用气，当先养性；养性之法，当先调心。27，人受五行之气而致生，故肉身以气为主，气亏则病，气滞则病。欲治其病，先治其气。28，气以行血，血以补气，二而一也。凡人久视则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七情六欲之过，则伤元气，伤心肾，向火旺，真阳耗。29，治五脏之病，莫先于补气，甚由急焉。补气在勿动心，心动则肝旺，各脉震惊，真水损耗。30，心定神医，受治者心坚心专，两心相合，可以统治百病，无不神效。31，人病可分两种，一是经络基本畅通，但气不足，表现是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这是因为他气不足以气化食物，而产生了相火，随着经络在体内乱穿，哪儿通走哪儿，遇到一个地方堵塞了，这个地方就疼了，这样的人吃一点药物就会立即见效。二是经络不通，气也就无处存身，表现在外表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但一旦发现就是大病，而且这种人经常是吃什么药都见效慢，或根本不起作用。32，中医的最高境界是养生，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所以就养生而言，下是养身，中是养气，上是养心。看一个人也是一样，观相不如观气，观气不如观心。33，心神不安，性情躁急，为治病致死之总因，故安心法为卫生第一要诀。心可以主动一切，心定则气和，气和则血顺，血顺则精足而神旺，精足神旺者内部抵抗力强，病自除易，故治病当以摄心为主。34，风寒阴阳暑湿皆可使人治病，万一抵抗力薄弱，即可乘虚而入，身弱者多病，即是此理。夫人有保卫力，如衣食住等等，平人有抵抗力，如气足神旺，毛孔厚密，不易侵入等等。夫人多食肥甘，伤胃伤齿，平人多饿，所食不杂，故无常病。夫人多易，故多气恼，平人多劳，故少疾病。夫人不造福而享福，只是消福，消尽则穷，穷人能勤俭，即是造福，果蔬即富。35，大病初愈，切忌理发洗足沐浴。36，故求长寿无病，常强肉身。欲强肉身，当调服精气神；欲调精气神，当拒绝扰乱之贼；欲度此贼，当先摄心；欲求摄心，当化贪嗔痴三毒；欲化除此三毒，必学心戒。但空口言戒，无益于事，必求开慧，方不为所余。欲求开慧，必先求定；欲求得定，必学静坐。37，能静则仁，有仁则寿，有寿是真幸福。
38. 一切修身修心法门只有2字诀：放下、回头。只要一放下，一回头，病者顿愈，迷者顿绝，此真无量寿者。39. 心过劳的人心脾肝旺，心过劳就是心太满不虚，心满则不纳肝生之火，心不纳肝生之火，则肝气比极而盛，肝木克土，脾胃受病，消化不良，营养不足，夜眠不安。土又克水，于是肾水大亏，水不足则火更旺，心肾相连，心气更弱，肺病即成。内部相互关联，一动全动，一病全病，而扰之者乃在妄心，所以治病在安其心，安心在希望，希望在明心，明心即自觉，而健康的功效在乎静坐。40. 静坐是息心法，心息则神安，神安则气足，气足则血旺，血气流畅则有病可以去病，不足可以补充，已足可以增长。现在病可去，未来病可防，此其小者也。41. 人在生病的时候最忌讳是嗔恚心起，这个时候一定要安然顺受，让心安定，然后慢慢调理，健康很快恢复。心安才能气顺，气顺才能除病，否则心急火上，肝气受损，加重病情。心神凝一，那浑身的血气自可健全发挥。42. 子时失眠，肾水必亏，心肾相连，水亏则火旺，最易伤身。43. 睡时如有思想，不能安着，切勿在枕上转侧思虑，此最耗身。44. 午时属心，此时可静坐1刻钟，闭目养神，则心气强。45. 早起如在寅时3点至5点，此时切忌郁怒，不然必损肺伤肝，万望注意。46. 人生一切事业皆以精神为根本，而精神之衰旺强弱，全赖心神之静定不乱，一个乱字足以妨碍一切工作。47. 生以血气流通为主，气滞可以阻血，血阻可以解毒，气以顺为主，血以通为畅，百病无不先有气滞，气郁于内，肝先受伤。挽救之法在化除得诀，而化除要诀有2：第一，寻其根，其根在心，心空则一切自化；第二，以药食按摩助其化除，帮助血气之流通。48. 养病治病不可求速，因性急助火，火旺损气，反而不美。另不可贪多，贪则无恒而性急，况百病由贪而起，不可再贪，以重增病苦也。49. 心属火，肾属水，心肾相连，火一降下，水一上升，水火相济，则蒸气内发。各部机体运动可求得健康，此可于舌上察之。舌无水则不活，故活字以3点水加舌字，舌上可以报告内部各种病状深浅，以断生死。50. 大病自救法。1. 不要怕死，决心我这个病非但可以养好，并且身体可以格外健康，保证长寿。2. 相信不用医药或靠何种营养食品，一定有自己除病延年的妙法。3. 在修理期内不许想念工作，也不许悔恨丧失的时间和工作，专心一致，否则又迟误了。